男人与好兄弟喜欢上同一个妹子，好兄弟先一步告白，结果当天晚上好兄弟一家4口就被大火烤成了脆皮。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故事阿正陪你看。这回想聊的内容叫《昨日公园》，这原本是日本小说家朱川凑人写的短篇小说，后来改编成了电视剧《世界奇妙物语》中的一集。相比原著，电视剧精简了一些内容，这里会结合原著对它进行补完。我们开始。炎炎夏日，杨介正和好兄弟龙男一起在公园里玩投接球，两人是多年好友，经常玩在一块儿。可龙男这回却爆出一个劲爆消息，上周他向点子告白了。猝不及防，杨介一下没接住，球滚到旁边的长椅处。要知道，点子可是杨介的暗恋对象啊，自己的好兄弟却向点子告了白，让他一下不知道该如何回应。龙男似乎没察觉到杨介的尴尬，看时间不早，就准备骑车回家干活了。龙男父亲早逝，全靠母亲一个人经营着酿酒屋，才把他和2个弟妹一起拉扯大。现在龙男长大，也打算继承家业，帮老妈经营的小店，日子过得辛苦，但也还算幸福。此时临近傍晚，有小孩在一旁骑车玩闹，路上有政府车辆在循环播放着通告。在傍晚的余晖下，杨介向龙男道别离开，可他并不知道这一走就是死别。晚上回家，杨介突然接到点子的电话，说龙男死了。就在2人分别后不久，龙男在回家路上摔下楼梯，当场身亡。杨介立刻赶去了好友家里，看到好友的尸体就在眼前，他和点子都非常痛苦。在和点子一起回去时，他都有种不真实感，无法接受才短短几个小时就和朋友生死相隔。这么精彩的视频不得用我单的限量手幅助助兴。最近刚在闲鱼白菜价囤到全网断货的限量小卡，闲鱼主页点击鱼里，低价到手爱豆限量小卡，持股追星先上闲鱼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回到故事中来，第二天他来到了公园，坐在长椅上缅怀好友。这里补充下，原著中的杨介还是个福尔摩斯迷，在去公园前他因为烦躁跑去图书馆看书，在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看到5个橘盒的篇章。在那篇小说里，反派的实力超乎想象，他们寄出橘盒作为死亡通告，受害人一旦收到橘盒就会因为各种各样的意外身死，即便福尔摩斯拼尽全力也没能将受害人保下来。而这篇小说也预设着故事之后的发展。回到故事中来，杨介脚边突然滚来一个棒球，那棒球非常眼熟，好像就是自己和龙男经常玩的那个。抬头却没看到有人在附近玩棒球，他带着疑惑捡起。死去的好兄弟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，他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附近还有小孩在骑车玩，旁边路上有政府车辆在放广播，就连自己身上的衣服也变成了昨天的模样。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穿越回了昨天，正想着龙男也和昨天一样要骑车回去了，他立刻拦下，打算送朋友回去。他想阻止悲剧的发生。虽然龙男嘴上吐槽2个大男人一起回家也太恶心了，但还是很开心杨介能跟他一起走。很快2人来到之前发生事故的楼梯，杨介想起龙男就是在这里一脚踏空摔死的，他立刻拖着龙男绕远路回去。一路上没遇到什么波折，2人很顺利的到了龙男家。龙男还给了他一罐啤酒表示感谢，杨介很开心，可他的开心没能持续多久。晚上他又接到点子的电话，说龙男又死了，这回是在送货路上被工地掉落的钢管砸死的。第二天，点子和杨介一起去出事地祭拜，杨介不明白为何事情会变成这样，他想再试试。傍晚他又来到公园，坐在长椅上等待，等时间一到，那颗棒球又滚了过来。先其后，时间眨眼又回到了昨天，旁边依然是骑车的小孩，路上依旧徘徊了政府车辆。他现在算是明白了，这颗球就是时间穿越的钥匙，他感觉是老天特地给了自己机会去拯救朋友。杨介发誓一定要改变朋友的命运。这回把龙男送回去后，他没立刻回家，而是守在门口。看到龙男骑车出门，他想拦下，龙男却急着送货直接走了。杨介赶紧跟上，他一路跟着龙男来到了工地，眼看着了钢管就要来到龙男面前。陽介、何なんだよ一体。助かった。杨介放下心来，这回总没事了吧？可他刚回家还没休息1分钟，电话又来了，依旧是点子，依旧是龙男身死的消息。只不过这回消息要更加糟糕，有小偷摸进了龙男家里，被龙男发现，龙男与之搏斗后被刺中腹部，送医不治身亡，而龙男的妹妹也在打斗中被砍中背部，同样身死。杨介不明白
为什么事情会越来越严重？这回连龙兰的妹妹都惨遭不幸。他有些不信邪，再次回到公园，继续等着那颗棒球，决心一定要拯救朋友。再次穿越后，他轻车熟路地避开了前面的麻烦，晚上就守在龙兰家附近。等到了半夜，就看到有个人鬼鬼祟祟地靠近，他立刻高喊抓小偷，就冲了上去。小偷被当场吓走，看来这场劫难应该是避开了。可有前面几次经历，他依旧不敢放心，在附近找了条长椅，打算守一整晚。只是守到后半夜，他还是不小心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。等他再睁开眼时，就只看到蔓延的火光。龙南家因煤气泄漏突发大火，一家4口全都被烧死。杨介后来也尝试了不知多少次，可每次都是失败。就算把遇到过的问题都避开，也会出现全新的问题，而且这些问题还一次比一次严重。他甚至也尝试过把所有事都告诉龙南。龙南一开始以为杨介在开玩笑，可看杨介一脸认真的表情后，他也表示愿意相信。然而即便是这样，龙南依旧无法摆脱死亡的命运，甚至那次死法还最为惨烈。杨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他又一次回到了昨天。这次他没再急着行动，而是颓丧坐在一旁。龙兰看出他情绪不对，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。杨介想问，如果龙兰知道他今天会死的话，那龙兰会怎么做？龙兰毫不犹豫地回答，会去救他的。杨介却很颓废，那如果无论如何都救不了呢？即便用尽一切努力，也只会让局面变得更加糟糕呢。龙兰宽慰说，杨介不会死的了，毕竟杨介还没向点子表明心意呢。他早就看出杨介喜欢点子，虽然点子也早就对杨介有好感，可看两人迟迟跨不出那一步，让他有点心急，所以他才谎称上周向点子告白，想用这话去刺激杨介，让杨介能行动起来。看好友这么为自己考虑，杨介相当感动。眼看着龙兰又要离开，他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，龙兰最珍视的是什么？龙兰笑着回答，当然是家人了，他老妈和弟妹就是他最重视的人。得到这个答案，杨介终于有所释怀，他已经拼尽一切的试过了，实在是救不了龙南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回到最初的情况，至少救下龙兰的家人吧。这次他没送龙兰回去，也什么都没说。回家后，他和最初一样接到点子的电话，也和最初一样，龙兰在下楼梯时摔死了。第二天，杨介再次来到那个公园，看到那个球滚到自己脚边，想起好兄弟的脸，他再次产生了捡球的冲动。可这回他咬紧牙关，拼命克制住了。自己已经让龙兰死了不知多少次，已经够了，就这样让他去吧。而那颗球也慢慢变得透明，彻底消失了。时间一晃来到7年后，杨介再次来到这座公园里缅怀好友，只是这回有点子陪在身边。他已经和点子结了婚，生活非常幸福。他觉得自己能拥有今天的这一切，都是因为有好友的祝福。可惜没能拯救好友的遗憾，直到现在依然在纠缠着他。兜兜转转那么久，什么都没能改变。那种悲凉的记忆，他也不想再体会第二次了。点子过来打了招呼，只是今天点子似乎有些情绪不对，看起来十分的疲惫和悲伤。在回去时，点子还突然问他一个问题：ねえ、私が死んだらどうする？もしも私が今日死ぬって分かったら、あなたどうする？听到这个似曾相识的问题，杨介突然明白了一切，这回轮到自己了吗？故事到这里就迎来尾声。原著中的结尾和电影不太一样，在原著里，杨介已经结婚生子，带着孩子来这公园玩。这公园偶尔会传出闹鬼的传闻，说是有人看到过死者又活了过来。但杨介知道，那估计是某人没意识到时间穿越，碰巧回到死者还活着的时间。可能这座公园某处有个隐秘的时空裂缝吧。他本以为自己不会再和时间穿越之类的事打交道，却看见儿子脚步沉重地来到自己面前。一贯讨厌自己抽烟的儿子一反常态地让自己想抽就抽，还说爸爸不会懂的。杨介是立马秒懂，他知道自己即将死去，也知道儿子为了救自己肯定想尽了办法。他本想问自己会怎么死，却始终问不出口，最后只能抱着儿子泪流满面，跟儿子好好道别。亲身经历过那一切的他太了解这其中的无奈与绝望了。既然命运注定无法改变，那就只能好好接受。顺带提一句，我觉得杨介除开跟儿子道别外，还应该让儿子去买张当日开奖的彩票，这样即便自己身死，至少也能给家人留下点什么嘛。不过啦，按照彩票行业的尿性，真买了的话，估计开奖后就另一组号码了。彩票这东西，哪怕时间穿越者过来也中不了奖啊。好了，这次故事就说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也给个3连支持下吧。